这是中国网友上传的中国制造的机器人的各种现场翻车视频，不断引发网友的嘲笑。尽管中国制造的机器人的表现如此糟糕，但中国的各大媒体却在不断宣称，中国机器人全是自主研发的，在技术方面领先世界60年。尽管误导和谎言是中共官媒进行宣传的主要手段，但这样的说法还是令人震惊。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揭秘中国机器人领先世界的骗局。先来看看中共官媒的相关报道。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研发能力继续领跑全球，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4年，人形机器人进化到了什么程度？18般武艺无所不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库房，搬得了重物，还能走进工厂。机器人有超越人类的大脑，可以秒变行业专家。2025年1月28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年晚会直播中出现一个节目，一群机器人与舞蹈演员同台表演，机器人还会高难度的抛手帕，引发热议。之后，一个千万粉丝的博主上传了视频，他对机器人抛手帕的动作进行了高度的赞扬。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先来看视频。语数机器人扭秧歌又把老美的天扭塌了，就他那个扔手帕有多恐怖，因为我一直以为他那手帕是固定在手上的，没想到中间咔家伙全都甩到半空中了，并且所有机器人全部都精准的从哪个点抛出去，又从哪个点接住，没有一个失误。因为手绢属于柔性非钢体，运动轨迹不可预测，还会受空气阻力影响到处飘，所以这需要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传感器随时捕捉并测算运动轨迹，而语数H1机器人能对手绢飘动方向进行毫米级定位，所以手绢没有一个偏离预期路径的。但是很快就有另一位博主把真相告诉了大家，其实机器人甩手帕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科技，而是用一根鱼线把手帕和连接机器人的手臂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博主是怎么说的。博主大龙大声说坦言，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信誓旦旦脱口而出的专业词汇是从哪里看到的，但是听完之后就很让人相信。确实，单单是机器人把手帕抛出去再接到，这个动作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精准，毫秒不差，而且扔出去的轨迹也基本一致。我想很多人会相信刚才那位博主说的，认为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只能到了这个程度了。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大家通过镜头就能看出来，机器人之所以能够精准地接到抛出去的手帕，是因为机器人的手与手帕之间是由一根线连起来的。看慢镜头就可以看出，手帕就是被这根线拉回来的。而语数科技的技术人员也在节目之后揭秘，就是在机器人手腕处安置了一个抛放线的装置，是用一根绳子才实现了转手帕和抛手帕的动作。今天我为什么要把这么个事实给大家讲清楚？因为我真的很讨厌有人利用大家的爱国情绪去获得关注，而他信誓旦旦说出的内容又是脱离事实依据的。我并不反对有人可以用优质的内容点燃大家的爱国热情，可当有一天大家一次又一次被你煽惑，忽然发现你说的内容存在偏差时，那种落差感和不信任才是最让人害怕的。还有网友上传机器人演出结束后下场的画面，这些机器人步履蹒跚，还有的是靠工作人员用手扶着走路。而且最搞笑的是，大家都以为机器人是全智能编程好的，没想到每个机器人傍边都有一个手拿遥控器的人，原来这些机器人都是工作人员用手柄控制才能行动的。另外，参加春晚演出的魔术师刘谦也发布了一段视频，刘谦在春晚后台发现工作人员在操控一台银白色机器人，刘谦伸出手准备和他握手，没想到机器人突然腿软跪地，并后仰瘫倒。这
挡住了路。别挡住我！不是我干的，没有，魔术太厉害了。没事，可以起来。好可怕！怎么回事？还有网友分享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机器人的视频，同样是机器人跳舞，这些机器人比中国的降了无数倍，不管是动作的流畅度、灵活度，还是节奏感。上面提到的中国杭州宇树科技，号称自己是中国最先进的自主研发机器人的公司。2024年8月，在中国贵阳数字博览会上，宇树科技的 H1 机器人首次亮相，就成了焦点话题。官方自称这可是机器人行业最顶尖的自主研发成果，能够在任何复杂地形中自由行动，能躲闪，会跑步，被人踹了也不倒，并且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还火遍了国外。可结果没想到，在展览会上，这款机器人亮相时，不但走路蹒跚，还需要工作人员搀扶，机器脚还把地毯戳了一个洞。同年的9月份，在上海举行的2024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期间， H1 机器人又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万没想到，那个踩破地毯的老爷爷机器人又出洋相，来看看视频。慢点，这回子可得姐扶好了哈。不是你扯我的后脖梗子弄啥？俺个朝后扯干啥？不是，轻点！哎呦，地毯又戳了个洞！哎呦，腚疼！你别乱七八糟了，赶紧几个扶起来！赶紧捡扶起来！轻点，你薅着我的嘎吱窝毛了！吓死俺了！你那个刷子往哪放的？放准头。在2024年湖南世界计算大会的展览上， H1 机器人再次亮相。不过这次工作人们学聪明了，全程小心翼翼的陪护，在上一个小斜坡的地方，机器人要人推着才能上去。怪不得有网友评论说，家里没有老人的，可以买一个回去照顾。尽管这个 H1 机器人屡次翻车，可依然有大批网友为它挺身而出。他们说，除了这款，中国还有另一款比美国还厉害的巨一机器人。这个机器人那可谓是全能战士，跑跳自如，挨打不倒，能做饭，能耍棍，几乎无所不能。更厉害的是，它还会做鲤鱼打挺的动作。可是当巨一机器人在展览上亮相时，它的表现却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还有更不可思议的，这家宇树科技公司说自己开发了一款机器狗 AI， 2021年春晚一亮相，它被网友们高度怀疑是抄袭了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的产品。对此，宇树科技的经理是这么回应的：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啊，波士顿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开源过，而且我们的技术方案是第一家采用电驱的，然后波士顿的是液压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当然你比如说芯片这种，我们肯定是采购过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20年就有相关的报道指出，波士顿机器狗已经亮相，而且还不止这一款，还有麻省理工的迷你猎豹和斯坦福大学的机器狗 Popper， 它们的硬件、图纸和软件分别在2018年和2020年3月完公开，甚至还公开了手把手的教程，让任何动手能力强的人都可以以$900的成本，在家里自己组装出一台能自主平衡、会翻跟头的机器人。而且这些机器人都是宇树科技负责人说的使用的电驱动装置。虽然美国人在2018年就发明了迷你猎豹，他们都没有说自己是世界首创，而宇树科技在2021年才面世的机器狗，却敢说自己是全球第一款电驱机器人。不仅如此，2020年8月，华为宣布自己突破了技术瓶颈，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机器狗。紧接着同年11月，腾讯也宣布自己的技术上获得了突破，发布了自己的机器狗，也说自己是世界第一。也就是说，国外一旦开发了新产品，中国人就立刻抄袭，快速的换皮、换包装，然后就变成了自主研发，世界第一。那什么才算真正的自主研发？第一，核心技术不会被别国限制；第二，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不受他人使用许可的限制；第三，完整性。整个系统全部自主完成，而并非是在某一个部分自主，
就号称是自主完成。那么根据上述的定义，中国的那些厂家显然都离真正的自主研发还相当遥远。在2021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深圳优必选科技号称自主研发了中国首款可商业化的仿人服务机器人，名叫 Walker X。它不仅3次登上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新年晚会，据说这个机器人还亲自接见过台湾的领导人，是一款明星机器人。并且这家公司还成功的在港交所上市，市值一度高达380亿港元，被称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那么这款 Walker X 机器人的研发都有哪些背景？根据这家公司官网的显示，这款机器人有多达1600多项专利认证，800多项发明专利和300多项海外专利，以及10多项知识产权奖项和14个国家标准。就连百度百科也在强调这款机器人是自主研发，但是在整个中文互联网上都找不到任何能够证明它是自主研发的相关信息。后来在英文的相关资料里找到了一条线索，那就是一家名叫 Spec Design 的美国公司，在这家公司的官网里果然发现了优必选 Walker 这个熟悉的名字。Spec Design 这家美国企业不但负责 Walker X 机器人的工业设计和机械工程，还包揽了机器人的上下楼梯、走路、弯曲、保持平衡等主要核心技术。这些技术全部都是由这家来自美国加州的公司协助完成的。而这家 Spec Design 公司却相当的低调，研发了这么大的项目，在中文互联网上一个字默默提。而那个自称自主研发产品的优必选科技，成了中国机器人研发的世界领导者。不但只字不提与 Spec Design 公司的合作，还自封自己是智能机器人的领航企业。可以说 Walker X 机器人最难、最核心的部分，几乎完全是由 Spec Design 负责完成，优必选科技只是整合了这些成果，并将其打造成了一款商业化产品，就成了上市公司。也许是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遭老天报应，优必选的机器人在展示中也是大出洋相。这些事件的背后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中国那些大量的所谓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几乎全部都是依靠国外提供技术支持，或是在国外开源的基础之上研发而来。而且这些中国公司都有着同样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盗窃知识产权这一事实打死都不承认。最后再来看看另一段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机器人跳舞的视频。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